村里人猎杀了一头母虎，还把小虎仔扔进了滚烫的锅里。外公拦不住，哭喊着说：“那不是虎，是人，会化成人来报仇。”当晚，惨叫声响彻山村，屠夫被煮成了人肉汤，死人变成了伥鬼，在村里游荡。敲门声、脚步声、惨叫声，骆虎屯一夜之间变成了人间炼狱。而我却发现了一个更可怕的秘密：外公他也不是人。那年我才8岁，跟着外公住在大山里。我们村还叫骆虎屯，顾名思义，这地界儿以前老虎多。那年，山外一个姓高的富商，也不知是哪个庸医给他开的方子，说要用虎骨入药，重赏之下必有永福。骆虎屯的男人们进山猎虎，外公死活拦着不让，说山里有脏东西，可谁听他的？村长带着人骂骂咧咧地把外公推搡到河沟里，差点没淹死。外公从水里爬出来，浑身哆嗦，指着那帮人的背影喊：“你们会后悔的，会后悔的。”没过几天，他们就出山了，还抬回来一头大老虎的尸体，逮了2只嗷嗷叫的虎崽子。村里人都围着看热闹，我挤在人群里，看着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，就等着分肉呢。只有外公脸色铁青，嘴唇都白了。他挤到人群前面，声音都变了调：“你们打死的不是老虎，是军人啊！人会画虎，会来报仇屠村的。啥是人？什么狗屁玩意儿！村里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当外公是老糊涂了。但是我知道，外公以前给我讲过一个故事，这片大山里以前住着人，他们是领军的后代，能变成老虎，在山林里嗖嗖地跑，快得像阵风，外形似虎，实则是人。后来有当官的说要抓老虎献给贵人，为了拍贵人马屁，竟然把主意打到了人身上。他们把人逼得现出原形，然后当成野兽一样猎杀，抽筋扒皮，剔骨剜心，比真老虎还惨。人的头领气疯了，带着剩下的族人，一夜之间屠了官府和百里村庄，血流成河。从那以后，人就彻底跟人翻脸了，他们躲进了深山老林。这个故事真假我不知道，但是去年冬天大雪封了山，我和外公在家烤火，家里来了2个人，一男一女，都穿着兽皮袄子，男的胡子拉碴，女的膀大腰圆，肚子鼓鼓的，像是怀了娃。外公心善，把他们叫进屋，给他们倒了热水，还拿出了冻肉干粮招待。他走了之后，外公对我说：“他们是人，大雪封山没了食物，这算是和我们结个善缘。”这事儿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那个女人的额头有一道很显眼的疤痕，这头被村民打死的母老虎头上也有一道伤疤。我心里直嘀咕，这母老虎莫不是那个女人？村民们一脸兴奋，他们在村口架起一口大铁锅，烧水、剥皮、剔骨、剁肉，忙得热火朝天。外公拦不住，还被推到地上。我扶起外公，看着铁锅旁边的笼子，那2只小虎崽子在里面嗷呜嗷呜地叫，我似乎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悲愤，他们在哭喊妈妈。外公又挤进人群问村长：“这老虎你们在哪儿打的？”村长正美着呢，看到外公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不答反问：“你来的正好，问你个事儿，你知不知道鹰嘴涧那边啥时候有户人家？”外公的脸色一下就变了，哆哆嗦嗦地跌坐在地上，浑身抖个不停。村里人也不管外公，七嘴八舌地说开了，估计是外乡人搭的屋子，那地方邪门得很，本地人谁敢去住？这老虎估计是把外乡人吃了，顺便在那里安的窝。要我说，还是咱们运气好，这母老虎刚生完崽，身子虚，不然哪能这么容易得手？听着他们的话，外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虎崽子一直在撞铁笼，外公这才爬起来去求村长，既然大的已经杀了，小的就放了吧，小崽子也没啥用。村长眼睛一瞪，指着外公的鼻子骂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！虎崽子多难得，放了你给钱啊！滚滚滚！”村里人都骂外公脑子有毛病。屠夫张有富拿着把剔骨刀，一把推开外公，闪一边去，别碍事，一会儿还能分你一碗汤喝。外公哭喊着：“你们当着虎崽子的面把他们娘剥皮抽筋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”村民们哄笑起来，有人还踢了一脚铁笼，报应。村里这么多人在，来一个杀一个，来2个杀一双，怕个屁的报应！村长看着小虎崽，眼睛里闪着光，这俩小崽子送出山能卖个大价钱，这回可要发财了。小虎崽子拼命地撞笼子，想冲出来，其中一只小的头卡在笼子缝里，眼看着就要憋死了。我吓坏了，过去把小老虎的头塞回去。外公一把拉住我：“别碰他们，沾了人的气味会惹祸上身的。”惹得村民又是一阵嗤笑。我被外公拉到一边，村长在村口摆起了长桌，把虎肉炖了一大锅，那香味飘得老远，全村人都围了过来。村长一脸豪气地宣布：“今天咱们全村开荤，吃虎肉壮阳气，以后咱们村人丁兴旺，财源广进，开吃，虎鞭给我留着！”人群里爆发出一阵欢呼，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着盛肉喝汤，吃得满嘴流油。张有富端着一碗热汤过来，笑着说：“算你识相，这碗汤赏你的。”外公一把推开，连连叹气：“造孽啊！”就在这时，一只小虎崽子不知怎么撞开了笼子，
猛地窜了出来，吓得村民到处躲。那虎崽子奔着张有富一跃而起，咬住了他的胳膊。张有富嗷的一声惨叫，从腰间抽出剔骨刀就要砍下去。村长反应过来，一脚踹在小虎崽的肚子上，小虎崽撞在石头上不动了。这一手功夫让村里人纷纷鼓掌奉承。村长笑着压了压手，回头看向虎崽子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妈的，他尝过人血了，留不得，把他给我扔到锅里去！”外公拼命往前冲，但还是晚了。2个村民抓起小虎崽，直接丢进了滚烫的开水锅里。小虎崽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嚎声，在锅里翻滚着，一会儿就没了动静。另一只小虎崽嚎叫着，在笼子里疯了似的撞。外公冲到铁锅边，居然想伸手去捞小虎崽。我也冲了上去，却被村长一把推开：“小兔崽子，滚一边去！”外公也被踢翻出去，他爬起来抱着我，不让我靠近那口锅。我感觉外公浑身都在抖，他的嘴里不停地说：“造孽啊，造孽！你们完了，完了！村里人把我们赶走了。”还在背后议论，都说外公脑子有病，这么难得的老虎肉不吃，却同情一个畜生，还骂我也是小畜生。那天晚上，村子人声鼎沸，热闹得像过年。只有我和外公躲在屋子里。外公的脸阴得吓人，他把门窗都关得死死的，还用桌子柜子顶住门，生怕有什么东西闯进来。我问外公：“真的有人吗？他真的会来报仇吗？”外公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他们这是自寻死路，人不是报仇，而是屠村。后半夜，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梦里我看到长着老虎脑袋的人拿着刀见人就砍，村长的脑袋掉在地上不停地滚，整个村子都变成了人间地狱。我吓得大叫，从梦中惊醒，浑身都是冷汗。我发现外公还没睡，手里拎着猎刀坐在床边，屋子里的烟雾很呛人。他扯着衣服，感觉黏黏糊糊，屋子里的烟味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带着一股臭烘烘的味道。他见我醒了，回身捂住我的嘴说：“娃，别怕，有外公在呢。”可是他的声音比我还抖。我摸到外公的衣服都湿透了，我想他应该也很害怕，只是强撑着安慰我。这时我听到院子外面有呜咽声，是大黄的声音。大黄是一条猎狗，外公进山时经常带着它，往日里从来没见它这样过，就像是在害怕什么东西。我缩在床角，看着外公往窗户走去，月光照进来，窗外有个人影，好像在往屋子里看。外公小心翼翼地退后了一步，好在那人影看了一会儿就离开了窗口。门外响起沉闷的脚步声，步子很重，我没敢再睡。第二天一早，外公开门的时候，我跟了出去，发现张屠夫家围了好多人，死人了，出人命了。那些人一脸惊慌，还有人在院子里吐，屋里吵吵嚷嚷的。我挤进去一看，是张有富死了，他死在了自家的水缸里。更吓人的是，比人还长的水缸被搬上了灶台，水缸下还烧着柴火，火很旺，用的是炖大肉的木材。张有富都烂了，人的脸上糊成一团，脸鼻子眼睛都分不清。那具光溜溜的尸体被村民用杆子杵一下，软烂的不行。屋子里飘着一股肉味儿，让人直犯恶心。外公当时脸阴沉的吓人，他拽得我手腕生疼。我感觉外公也很害怕。昨晚上在我们窗户外的那个人影多半不是人。村里人吵着请道士来做法，还有些妇人吓得面色惨白，嚷嚷着让自家男人赶紧收拾东西，先出山外去避一避。看来他们也觉得张有富死的诡异。村长也慌了，他脸色惨白，哆嗦着掏出火折子想点旱烟，却怎么也点不着，又恼火地对村民喊：“都他妈愣着干什么？先把人捞出来啊！”捞？没错，只能用捞的。张有富一碰就化了，比昨天炖的老虎肉还烂。村长又冲着李四和王五喊：“你们两个有马，赶紧去城里报官！”李四和王五对视一眼，二话不说就往家跑。他们很快就骑着马冲出了村子。村长背着手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皱着眉头看看张有富，又看看我外公，想说啥又没说。外公拉着我就走，我吓得腿都软了，外公只能把我背起来。他一边走一边看着地上的脚印，长吁一口气说道：“还好只来了一个。”我这才发现地面上有奇怪的脚印，那不可能是人的脚印，实在是太大了。我们刚回到家不久，村长就坐不住了，他叫人来喊外公，说全村人都去祠堂商量个办法。这时候想起外公了，昨天的威风呢？外公拉着我去了祠堂，村长还在安抚村民，各家各户都注意些。我怀疑是马匪作乱，这几天就不要下地，更不要进山打猎了。我们等到官府来人，相信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的。张寡妇看了一眼外公，又哆嗦着问村长，会不会真的是那什么人来报仇了？放屁，哪有老虎能变成人的？那不成了妖精？巴赖刘是村长的狗腿子，他笑着说：“大家不要慌，没听村长说嘛，等官府来人，自然就查个水落石出。估计是张屠夫昨天喝醉了。”巴赖刘说到后面，自己都编不下去了，张屠夫那死法也太邪门了。村里人心惶惶，或是想起昨天吃了虎肉，又喝虎汤，看到那一锅肉糜，不少村民又冲出去吐了。外公始终不说话，我觉得事关人命，
毕竟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就对村长说，不是马匪，肯定就是人。他昨晚上还在我们院子里来过，我和外公亲眼看到的。你们不该吃虎肉的，更不该把那只小虎崽丢进锅里，他亲人来报仇了。村长一巴掌拍在我后脑勺上，小兔崽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巴赖流盯着我外公，妈的，是不是你这个老东西在使坏？昨天张屠夫得罪你，晚上你就杀人。张寡妇也怀疑地看着我外公，要这么说，还真是。张屠夫死在水缸里，你家做饭用的就是石锅，一时间，村民们都看着我外公，说他肯定不安好心。我躲在外公身后，喊着那么大的水缸，还装满了水，我外公怎么可能搬得动？村民们这才吸了话头。这时，一个村民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，喊道：张屠夫没死，张屠夫没死。巴赖流噌的一下站起来，揪住那个村民的衣领，你他妈撞见鬼了？张屠夫不是刚被捞出来吗？他可能觉得太冒犯了。巴赖流又对着那滩烂肉做了3个揖，连连说道：有父兄弟，有怪莫怪啊，我骂的不是你。那村民根本不管巴赖流，直奔村长。真的，刚才在村口的时候，我看到张屠夫了，手里还拎着杀猪刀。村民们嗡的一下炸开了锅。村长一脸不信，你会不会是眼花了？那村民连连摇头，不可能，我叫他名字，他还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说是要去隔壁村杀猪。村长更疑惑了，杀猪？不可能啊，昨个还说今天要把虎骨再打理一下才能卖出高价，他怎么可能去隔壁村？那村民也犯了迷糊，对啊，我也是这么说的，但是他手里的杀猪刀可做不了价，莫不是真的见鬼了？张屠夫的鬼魂在村口转悠。我外公终于开口了，人化虎，报仇屠村，人死魂存，为虎作伥。你看到的是张有富变成的伥鬼。就在村民们去村口的时候，村外响起了马蹄声。突然有一匹黄毛马跑了回来，浑身是血，马腿还在喷血。他没跑几步就倒在了村口的泥巴路上。村民们一窝蜂地冲过去，这才发现是李四家的马。可是他不是和王五去报官了吗？正当村民拖马尸的时候，树林里传来沙沙的响动，一个人影站在树荫下，直勾勾地盯着村里的人。有人壮起胆子过去看，随后又惊叫着跑回来，是张有富。张有富的脸，他全身长着黑毛，手里拿着杀猪刀。其他人也过去看，却又什么都没发现。直到张寡妇被一具尸体绊倒，他的惊叫声引起了村民的注意，他们这才发现草垛里有个死人，那人的脸也糊成了一团，但是穿着的衣服和那个报信的村民是一模一样的，身高体型也一样，只是五官已经完全变形，还被开膛破肚，内脏都不见了。村里人都吓得跑开。村长面色惨白，招呼着找人，说要把刚才报信的那人找出来。这时候才发现那人不见了。外公一脸警惕地看着周围，又把我拉到身后。我当时整个人都傻掉了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一个大活人先前还在我面前说话，可是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却被找到了尸体。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村民们纷纷猜测，李四是不是也被害了？还有王五，他的马没有回来，他们到底死没死？有没有去城里报官？村长扯着嗓子喊，让大伙回屋待着，紧闭屋门，等待官兵的到来。外公也带我回了家。看着村民们惊慌失措的模样，他说人已经进村了，张屠夫他们死只是屠村的开始。我趴在窗口，怀里抱着大黄，大黄也浑身发抖。他虽然进了屋子，但是嘴里呜咽个不停。村里又吵嚷起来，是村长组织了护村队，挨着村里的各家各户巡逻。但是我发现，在那些巡逻队的身后跟着几团黑影子，而那些村民却像看不见似的。下雨了，雨水砸在屋顶噼里啪啦，巡逻队的人一边走一边在村子里喊，声音很怪，我听不太清。外公拎着猎刀站在窗口，阴着脸看他们，不知死活。那个人要动手了。这时村子里响起沉闷的脚步声，隔壁院子传来奇怪的动静，我总觉得不对劲。我对外公说，外公，隔壁有人过去了。外公没有说话，只是紧紧握住手中的猎刀。我的话音刚落，就听到隔壁传来刘婶的声音，有点木讷，你们等一等，我去张寡妇家借点粮，她家有肉吃。我记得昨天天黑前，村长给张寡妇送了很多老虎肉，难道这些官差也想尝尝老虎的味道？我当时压根儿就没想过，那些官差远在山外，怎么可能来得那么快？外公捂住我的嘴，他指着院外让我看。我发现出门的是刘婶儿，只是她很奇怪，走路一颠一颠的，还穿着一条兽皮裙。她经过院门，走向了张寡妇家的院子。张寡妇和刘婶儿在村里关系比较近，据说还是刘婶儿的远房亲戚。她在敲寡妇的门，雨太大，声音有些模糊，我只听得张寡妇说：“婶儿来了，我给你开。”我发现开门声很轻，关门声却很重，然后就是张寡妇发出奇怪的声音，有点像呜咽，很快声音消失了。这时候，村里的巡逻队又路过了院外，队伍里有村民在喊，各家各户都把房门关紧，谁来敲门都别开门。村头的拐子里死了，那怪物会装成人样骗人开门。他的声音透着恐惧，
音调都走样了。好在巡逻队的人很多，似乎村里的青壮都聚在了一起。我想喊他们去刘婶家，外公却不让。我疑惑地问外公，不是官差老爷进村了吗？为啥不找他们？外公说，那不是官差，是人。我还想说话，却发现刘婶和张寡妇居然出门了。他们来的方向是我外公家，眼看就进了院子。门外响起沉闷的脚步声，咚咚咚。张寡妇一边敲门一边说话，声音透过门缝，冷冰冰的：“二叔，开门啊！”外公把我护在身后。我透过门缝发现刘婶手里抓着血淋淋的肉块，虽然脸上笑吟吟的，但是皮肤却是惨白，毫无血色。我吓得抓住外公的衣袖，外公没有回应他们。门外又传来刘婶的声音：“娃，给婶儿开门啊，我给你们送肉来了。”房门从开始的轻轻敲变成了重重的拍，声音也越来越响。但是那些巡逻队的人就像是瞎子一样，路过外公家院外停都不停。他们只是吆喝着，让各家各户都关上房门，谁来也别开门。外公抽出猎刀，顺着门缝捅了出去。我听到噗呲一声，应该是扎进肉里的声音，但是外面没有痛哭声，门框被拍得摇摇欲坠。外公急了，连忙喊道：“我家不吃肉，也没有吃过你这种肉。”门外的张寡妇还在敲门，刘婶就像失了魂一样，嘴里一直在重复：“娃娃，开门啊，婶儿给你送肉来了。”敲门的声音越来越急，响声也越来越大。我不要吃肉。我躲在外公身后，带着哭腔喊道：“刘婶儿，我不吃肉。”我的声音刚落，敲门声就停了，然后又有沉闷的脚步声响起。刘婶儿和张寡妇离开了院子。外公带我去到里屋，站在窗口往外看。我刚趴在窗户边，就发现一个满脸毛的男人，他正贴着窗户往里看，他的眼睛鼓鼓地瞪着我。外公一把将我拖到身后，喊道：“我们不吃肉，也没吃过那种肉，滚！”又过了一会儿，那毛脸男人离开了院子。屋里有一股尿臊味弥漫，是大黄。他躲在床下面，呜咽着翻白眼。还好有外公护着我。或许是人知道我们没有吃老虎肉，小老虎也不是我们害死的，所以他没闯进来害了我们。外公沉闷地坐在屋里，斜靠在竹椅上，心事重重地点燃了旱烟。门外又有村里的巡逻队路过，他们的声音越来越怪异，就像是叫魂一样，带着腔调，各家各户都把房门关紧，谁来敲门都别开门。村头的拐子里死了，那邪祟会装成人样，骗人开门。上一次路过也是说的这句话，但是人怎么可能重复自己的话啊，还一个字都不出错呢？我本想开门去求救，但是看到他们里面有人走路一颠一颠的，又不敢去了。外公看出了我的疑惑，说巡逻队里已经有人死了，变成了伥鬼，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而已。外公让我不要说话，若是引起伥鬼的注意，就麻烦了。这时，一声凄厉的惨叫从村里传来，那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，好像是村长。难道村长也被人害了？我躲在外公身后，瑟瑟发抖。紧接着又是村民的呼救声，听声音是巡逻队里的村民。外公说，人明明可以把他们一下就全部杀掉，但是偏偏不这样做。他应该是想要虐杀村民，让村民在恐惧、绝望中死去。村里又响起了更多人的声音，他们都在喊：“开门啊，我们给你送肉来了！”而且脚步声很密集，踏踏踏，敲门声也变成了撞门声。整个村子各个地方都在砰砰砰的响。紧接着，村子里惨叫声、哭嚎声、哀求声，听得我头皮发麻。我们院外也响起了脚步声，我还听到了村长的声音，去找那个老家伙。他既然知道人，就一定有办法对付。外公站起身，走到门边，我跟在他身后，透过门缝看到外面的天阴沉沉的，两个人惊慌地进了院子。是村长和巴赖流。巴赖流惊恐地喊着：“完了，完了，村里人都死了，我们也会死的！”砰砰砰，门被他们撞得晃动起来。村长还在求外公：“二叔，快开门啊，救救我们！怪物屠村了，快开门啊！”巴赖流也在求外公：“二叔公，我知道错了，不该杀老虎，不该吃虎肉，你能不能先开门，让我们进去躲一下？整个村子就你家没有死人了。”外公一脸阴沉，他回过头问我：“娃，要不要救他们？”巴赖流一听这话，连忙又改求我：“正娃，刘叔对你可没亏过啊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”村长咬咬牙喊道：“二叔，你救救我，卖老虎的钱我全给你，剩下的那小胡崽子也听您的，放掉，只要能活，我立马就放掉。”外公的面色更阴沉了，但是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目光直直地看着我。我犹豫着看向外公：“外公，要不救救他们吧？”看我外公不开门，巴赖流就更着急了，口无遮拦地骂起来：“你个老东西，快开门啊！要不然老子做鬼也不放过你！快他妈开门！”村长还在许诺好处：“正娃，你把门打开，以后你家有我护着，保管不让你们再受欺负。”听他这样说，我外公终于对我点点头。结果我错得离谱，我刚把门打开，村长一把就将我推了出去，然后他和巴赖流冲进了屋里面。巴赖流恶狠狠地推开我外公，一把将门关上，我被他们关在了外面。那些木讷的村民
纷纷向着院子这边走来。他们一边喊着不要开门，一边又在说开门送肉吃。我吓得拍门喊外公，外公开门啊，救救我！我听到村长恶狠狠的声音传出来，那个怪物说要我们交出所有的小孩，要不然就屠村。巴赖刘也在叫嚣，老家伙，刚才老子那么求你，你都不开门，真他妈找死啊！一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看到一只眼睛从门缝隙看我，是村长。他对我说，小兔崽子，这事儿怨不得我，都怪你外公。昨天他能拦住我们，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。对，都怪这个老东西，怪不得他不吃虎肉，原来是知道怪物要屠村。说不定怪物就是他引过来的。巴赖刘把我外公推倒在地上，还在用脚踹。我一边哭着求他们别打我外公。那些诡异的村民进院子了，我转过头去，发现在村民身后站着一个毛脸男人，他的怀里还抱着一具小老虎的尸体，腿边站着一个穿兽皮裙的小孩。村民像鱼一样涌进来。就在那些村民伸手抓我的时候，屋子里响起一阵咆哮声，嗷呜！然后那些村民就像失了魂一样待在原地不动了。紧接着屋里响起巴赖刘的惨叫声，吱嘎一声，村长打开门，像见鬼似的冲了出来，嘴里喊着怪物，怪物，都是怪物。院子外面的毛脸男人红着眼珠嗅了嗅鼻子，像风一样冲进了院子。他一把捏住了村长的脖子，张嘴向着喉咙咬去。村长在他手里就像小鸡仔一样被他拎起来，腿还在抖动，伴随着骨骼的断裂声，他的脑袋歪向了一边，血流了一地。村长的尸体被毛脸男人像破布一样丢出去，然后砸在院墙上，爆出一团血花。外公，外公！我担心外公的安危，就像疯了一样，爬起来就冲向门口。可是我的脚还没有踏进门，一头老虎就跃了出来，它长着血盆大口，咆哮着，嗷呜！那个毛脸男人一脸的警惕，马上就趴在地上。他身上的毛发开始疯长，体型也在变大，不一会儿就成了一头斑斓巨虎。而他身旁的小孩也变成了虎崽子，向着我冲过来。我被吓得连连后退。屋里出来的那只老虎发出咆哮声，像是在威胁小虎崽子。小虎崽子有些畏惧，又化作了人形，跑过去抱着院外的大老虎喊：爹，不杀，不杀！好！小孩说话断断续续，好像很不适应。真的有人？我惊呆了，甚至没注意自己正被老虎叼在了嘴里。直到这时，我才发现屋子里的外公不见了。我哭喊着去抓老虎的脸，你还我外公，还我外公！呜呜！老虎把我叼进了屋里。一个沉闷的声音响起：娃，别怕，外公还没死呢。我一脸惊恐地看着老虎，因为这声音是从老虎口中传出来的，我就哭得更厉害了，就像疯了一样去掰开老虎的嘴巴，着急地喊：外公，外公！老虎咳嗽着，身子慢慢缩小，变成了一个穿着兽皮裙的毛脸老头，那张脸分明就是我外公的脸。我吓得连连后退，外公被老虎吃掉了，外公也变成伥鬼了吗？这时，一个小小的身影跳进我怀里，我发现是那只虎崽子，他用头在拱我的手背。我身后传来一个沉闷的声音，带着怒气：你为什么不救我儿？我回头一看，发现那斑斓巨虎消失了，毛脸男人正愤恨地看着我身后，一只手落在了我肩膀上，然后把我拉了回去。我这才发现，外公居然举着猎刀，正和毛脸男人对峙，不是不救，而是救不了。动手，我也会没命。小虎崽子从我怀里跳下去，贴着外公的腿蹭，嗷呜，嗷呜，叫唤着。毛脸男人先是一愣，随后神情也渐渐放松下来，一脸悲戚地抱着小老虎就往屋外走。这时，外公才对我说：娃，莫怕，都结束了。外公从身后掏出一面镜子，镜子正对着我的脸。我发现镜子里面也有一张毛脸，吓得我赶紧把镜子推开。难道我也是怪物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这时，村口传来急促的马蹄声，声音越来越近，也越来越响。那个毛脸男人出门捡起地上的小虎崽尸体，又抱着活着的小虎崽跳进了后山的林子里。他的速度很快，眨眼间就像一阵风一样消失不见了。我看着外公的脸，眼前越来越迷糊，一股强烈的困意不受控制地席卷大脑，昏沉地闭上了眼睛。在睁眼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难道自己做噩梦了？我发现外公不在屋里，外面吵吵嚷嚷的，好像有很多人。我推门出去，看到村子里有很多人，但是面孔陌生，他们穿着统一的服饰，手里有明晃晃的刀，正一边吆喝一边四处奔走，应该是官府的人。外公蹲在院子里，面前站着有2个官差，他们在问外公什么事情，我听不太清，好像在问他为什么村子里的人都死了，他和我还活着。听了好一会儿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李四和王五骑马刚出村子就遇到了老虎，李四被老虎吃了，那匹马也受了伤，惊吓之下跑回了村。王五吓得不敢回头，直奔城里去报官。等王五赶回来的时候，才发现村里人几乎都死绝了，男女老少吃过老虎肉的一个都没活成。他们的尸体被扔在家门口，浑身都是抓痕和咬痕，大部分人的脖子都被咬断了。
这根本就不是野兽捕食，而是报复。我发现赶来的官差也不是主持公道的，他们只是为了抓人。这些官差的脾气很暴躁，王五还挨了收拾，因为村子里没有发现人的踪迹。就在他们以为王五谎报的时候，一头大老虎窜了出来，一口咬掉了王五的脑袋。那些官差气疯了，因为这事儿就发生在他们眼皮子底下。他们追进了林子里，我走出院子，发现村里的尸体横七竖八，随处可见残肢和脏器，浓烈的血腥味在村子里弥漫，挥之不去。有几名衣着华贵的人骑在枣红色的大马上，指挥着一大群官差向着山里追。他们开始放火烧山了，可是接连几天放火搜山却一无所获，除了赶出来一群野猪、兔子、野鸡，根本连老虎的影子都没看到。整个村子的人都死绝了，只剩下外公和我。外公皱着眉头看着漫山遍野的火光。1个月后，那些官差终于熬不住了，他们离开了这个村子。那些人没把我们带出大山，反倒是把村里各家各户的山货搜刮一空。他们走了以后，我给外公说了那个梦，外公只是笑着点头，说人化虎只是一个传说，村子里的人是因为杀了老虎，被老虎进村报复了。我问外公，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被老虎吃掉？外公没有说话，只是收拾了地窖里的冻肉和干粮，拉着我的手离开了这个村子。我们沿着山脚的树林往深山里走去，一路走走停停，约莫过了1个月的时间，才找到一个新的村庄。这个村子里的人身材高大魁梧，哪怕是女人也很壮硕。进村的时候，我远远地看到了一个毛脸小孩，他在对我挥手。村子里的人都看着我们。村口的那个茅屋里走出来一个男人，分明就是那个人。直到这时，外公才告诉我，老虎不吃我们，因为我们就是人。我一路上早就猜到了，只是很好奇村里人到底是怎么死的。外公只是说人化虎，报仇雪恨。番外，关于人化虎的传说典故：一、江汉之玉的人。出处：东晋甘宝搜神记卷12。在长江汉水流域，有一种被称为人的妖怪，他们的祖先是丙君的后代，具有化为老虎的能力。有一次，长沙郡所属的蛮县东高口的居民为了捕捉老虎，制作了一个木笼，并设下了机关。当老虎触发机关被关进木笼后，村民们却发现木笼里坐着一个穿着亭长服饰的人。此人声称自己是被县里召唤，晚上躲雨时不慎误入了木笼。村民们半信半疑，但最终还是将他放了出来。村里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当外公是老糊涂了。村博2，福州皮匠兰亭庸妹画虎。出处：古代民间传说。福州的一位皮匠兰亭庸的妹妹，因为偷到了某处的长珠物，结果迷路数日后，身体逐渐变成了老虎。她变成的老虎前足上还带着银蝉金串，清晰可见。每当她遇见乡人，都会隔着树与他们交谈，声称自己是因为偷盗才变身如此，并请求乡人帮她向母亲传话。3. 徐桓玉虎女。出处：南朝宋刘敬书医院。太元末年，徐桓出门时遇见了一位女子，两人交谈了几句后，女子便要徐桓跟她进入草丛中。徐桓被女子的美貌所吸引，便跟随她去了。然而，女子突然变成了老虎，将徐桓背在背上，直奔深山。徐桓的家人四处寻找他，却只能找到老虎的足迹。直到10天后，老虎才在夜里将徐桓送回了家门口。4. 李征画虎。出处：古代民间志怪小说。陇西的李征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名士，但在一次旅行中突然发疯，最终变成了老虎。他变成的老虎具有人的意识，能够说话，并且时常怀念自己的妻子和孩子。他曾与自己的朋友相遇，并托朋友照顾自己的家人。5. 广州真阳县李明画虎。出处：晋培元广州记。在广州真阳县，有一位15、16岁的少年在放牛时被牛舔了身体，舔过的地方都变得雪白。不久后，少年突然死亡。村民们杀了这头牛来招待客人，但吃过这头牛肉的男女20余人都变成了老虎。